男人竟和自己的母亲将老婆送给堂哥。不仅如此，一家人还在院外给两人放风。只因男人先天不举，为了能给自家留后才出此下策。随着门内发出的一声声惨叫，原生就这样去了西天取经。恰巧这时，穿越而来的郑宁宁开局惨遭失身，看着眼前男人憎恨的眼神，郑宁宁心里一阵阵发怵。你竟然敢给我下药！郑宁宁不敢去看对方的眼神，醒酒汤里的确加了料，但原主不知情。可现在这个情形，哪怕他就是有10张嘴也说不清。不是我，那醒酒汤是我婆婆给的。男人鄙夷的表情显然不信，可笑至极！你是不是当我傻？哪个母亲会给自己的亲儿子戴绿帽子？这要是谁下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情已经发生。今天的事你不说我不说，不会有人知道，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你赶紧走吧。这是绝对不能传出去。她可以成为二婚，但绝对不能成为乱搞男女关系的女流氓。在这个年代，这种事情要是传出去是要挂牌子游街的。男人听了她的话，轻哼一声，显然是没有相信女人的话，但眼下的情形自己也顾不得那么多，他只想赶紧逃离这个是非之地。这里充斥的暧昧气息，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刚刚发生了什么，自己做了那么禽兽不如的事情，即便是有药物作用，心中仍旧过不了这个坎。周景言推开门出了院子，让他意外的是，院子里并没有人，几间屋子也是空荡荡。难怪这女人敢这么放肆，原来二叔一家都出去了。但也不怪周景言多想，堂弟跟这女人结婚2年多，愣是没有生出个一儿半女，村里村外都在转，这女人是个不会下蛋的。倘若是这女人动了歪心思，自己也无可奈何。思索间，周景言闷头往外走，竟然迎面碰上了刚回来的二叔一家。景言，你这就要走？我还说出去买个西瓜给你吃，这大热天的解暑。费心了二婶，家里2个孩子还没吃饭，我就先回去了。还行吧，你路上慢点，回头有空再过来。看到周景言离开，周风雨的脸色更加难看。他们哪是去买什么西瓜，分明是在大门口蹲点，这种丑事肯定不能让外人知道。想到方才郑宁宁发出的声音，周风雨此刻恨不得进去把她掐死。虽然借种的事情他知情，但那毕竟是自己老婆，如今看到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他心里不好受。他大步进了方才周景言休息的房间，郑宁宁正坐在床头，慢条斯理地整理自己。此刻的她泪眼朦胧，任谁看都知道刚才她经历了什么。想到她这副样子，被周景言看了个精光，她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大步迈上前，伸手就要去拽郑宁宁的衣领。要是放在以前的话，郑宁宁会一边掉眼泪一边默默承受着这一切，但此刻的她早就不是以前那个软弱的女人。怎么想动手打我？你是个小可爱，打你不是应该的。刚才舒服吧？笑得那么响，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女人，果然这么不要脸。周风雨恼羞成怒，一向斯文的脸上面目狰狞，看到他如此破防的样子，郑宁宁也是想笑。他们一家人设计的局让原主跟别的男人睡，如今他们又不乐意了。不是你们让我睡的，还给人家下药，怎么如今倒是怪到我身上了？你自己那玩意不行，背后干这种龌龊事，现在还说我不守妇道，我还是第一次见把自己老婆送给别人的，真不是个男人。郑宁宁在商场上也叱咤风云多年，嘴皮子自然是利索，一点亏都不吃。周风雨愣了，他本想着发泄一通，只要郑宁宁生个孩子出来，他的秘密就能守住，在外人面前也能抬头挺胸做人。没想到这娘们今天竟然敢和他这么说话。郑宁宁刚才就想明白了，她不是原主，受不了这个窝囊气，必须要离婚。还敢说你是个小可爱？你信不信我今天打死你？周风雨握紧拳头，在外人眼中他是有文化的斯文人，可在没人的地方就跟变了身的恶狼一般。越是生理上有问题的男人，心理上就越变态。你今天敢动我一个手指头，我就把你不能人道的事情说出去，让大家知道结婚2年不能生育是你的问题。郑宁宁慢悠悠说着，就那样气定神闲地看着几人。后进来的高慧兰他们看傻眼了，此时的郑宁宁气场强大，说出来的话让他们心惊肉跳。你敢说一个字，我撕了你！闭嘴，年轻人说话，你个老不死的插什么嘴？姓周的，我要跟你离婚，不是在跟你商量，是命令。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把你那玩意不行，还有你们给我跟周景言下药的事都宣扬出去，我也不要脸了。既然你们都能做出这种事，我也没什么好怕的。离婚2个字从他嘴里蹦出来，犹如平地炸雷。谁不知道郑宁宁喜欢周风雨，喜欢到了骨子里，为了跟他在一起，还没结婚的时候就跑到人家家里当免费保姆。你说什么？你要跟我离婚？明天就去办手续。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接收了原主的记忆，虽然知道回了娘家
日子也不好过，但总比待在这里受折磨的强。我看你是疯了，你看这大院里有离婚的吗？还是你跟我儿子离？当初要不是你死皮赖脸的要进我们家的门，我当初就是瞎了眼才会嫁进你们家。别说这些没用的，你们就说同不同意吧。要是不同意，我现在就把这些破事都宣扬出去。说完，他起身就往外走，还一边喊着：“快来瞧一瞧，看一看，那大姑娘小媳妇，大家都来给我评评理啊！”还没出屋子，就已经扯着嗓子叫上了。本来周风雨他们都以为郑宁宁就是受了刺激，一时嘴上说说，没想到她真有这个胆子。周风雨连忙上去把人拽住：“宁宁，你别冲动，咱们有话好好说。我知道这事是我们做的不对，你现在可能接受不了，但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两个以后。以后爸妈都老了，咱们没个孩子，谁给咱们养老？”周风雨是个聪明人，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先把人劝住，不然自己的一世英名怕全毁了。我就问你一句话，离还是不离？不离的话，我不光要把这事说出去，我还要找帽子叔叔过来制裁你们。郑宁宁懒得跟他们墨迹。此时此刻，周家人终于意识到他是认真的。周风雨的脸色瞬间难看下来，显然有些无法接受。毕竟几个小时前的妻子还是那么乖巧温顺，现在却一脸冷漠的要跟他离婚。你是真的要离？真的，你要是同意的话，咱们就好聚好散。你们家这些事情我也会烂到肚子里，以后咱们桥归桥，路归路。一家三口吓傻了，慌忙对了个眼神，连忙转变了态度，拉着郑宁宁酷酷说好话：“打住，你们也别跟我扯这些，明天去办手续，不然你们就等着出名吧。现在都给我滚出去，我累了要睡觉。”他把几人轰出去，便早早睡下了。经过刚才的翻云覆雨，睡得格外香甜。隔壁屋里的一家三口却是唉声叹气，讨论了半天后，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他想离婚就离婚，谁以为离了婚他就是什么香饽饽了？一个二婚女人，连工作都没有，那个男人肯要她，回到家也是当一辈子的老姑娘。你说的没错，再说了，他家里还有一个后娘，人家能容得下他？他是到时候哭着喊着回来要跟你和好。周风雨冷笑一声，神色带了几分骄傲，到时候我可不一定要他了。一家人在这里想着，而回到家的周景言却是哪都不自在。两个孩子看到他回来，都很高兴地迎了过来。看着穿着邋遢的小人，他心中有些愧疚。当初他不顾家里反对，收养了这两个孩子，更是没走家里安排的仕途，在郊区开了个养殖场。如今父母对他已经失望透顶，很少来他这边。他平时工作又忙，两个孩子自然是照顾得不够好。走吧，周叔今天……婆家亲手把女人推给堂哥，事后又指责他不守妇道。然而穿越回来的郑宁宁直接提了离婚。郑宁宁离婚是你提的，希望你以后别后悔，也要记得咱们两个的约定，管好自己的嘴。放心吧，不后悔。半个小时后，郑宁宁看着手里绿色的离婚证，长舒了一口气。周风雨头也没回，转身就走。他倒要看看郑宁宁能忍多久，就算这次他后悔了，自己也绝会轻易原谅。回到周家，郑宁宁直接收拾东西离开了周家。附近的街坊邻居看他拿着大包小包离开，好奇的上前询问，得知郑宁宁跟周风雨离了婚，都是满脸惊讶。离了小郑，你跟风雨离婚了，为啥呀？就是小两口日子过得好好的，咋还离了？大家嘴上假装关心，实际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结婚快3年都没能生个孩子，也就周家通情达理，换成别人家早离了，郑宁宁也不放在心上，能不能生孩子，等以后她结婚怀孕就能狠狠打他们的脸。根据原主的记忆，直接回了纺织厂的家属院。原主的父亲郑建军在纺织厂工作，还是个小领导。两个家属院离得不远，出来开门的正是原主的继母顾美琴。看到郑宁宁拖着大包小包出现在门口，也是吓了一跳。宁宁，你怎么回来了？虽然这个后妈人不怎么样，但一向擅长伪装人前人后，还是挺能装的。顾阿姨先进屋说吧。郑宁宁进去后才发现父亲也在，看到他大包小包回家，也是有些震惊。这是怎么了？跟风雨吵架了？不是吵架，是离婚。顾美琴吓了一跳。你说什么？你离婚了？胡闹！婚姻岂是儿戏？你想结就结，想离就离，你要人家怎么看你？顾美琴看到丈夫生气了，心中也是窃喜。本来郑宁宁本就不招人喜欢，如今更是成了笑柄，这样一来，丈夫就会对这个亲生女儿越发讨厌。郑宁宁看着这个便宜爹，也不怪原主不待见她，离婚了，好歹也问一下其中的缘由吧，开口就是一通数落。建军，你有话好好说，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你这样会把宁宁都吓坏的。你别总替他说话，
你看他念你这个后妈的好吗？郑宁宁上前一步，直接把胳膊的伤给父亲看。为什么离婚？他们周家的人不拿我当人看，把我打成这样，再不离婚我就死在那了。郑建军本来满肚子的气，如今看到女儿身上的伤口，也是愣在了原地。郑宁宁竟从他眼中看出几分心疼。周家小子打你这事为什么不跟家里说？现在不是跟你说了，已经把离婚证领了。宁宁，你这孩子也太不懂事了，夫妻两人磕磕绊绊也正常，你被人欺负了，回来跟我们说，我们自然会帮你讨公道，但你不能说离就离，你这么做传出去，让你爸在厂里怎么做人？这时屋里的郑新月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得知郑宁宁离婚，眉宇间多了几分神采。她是个没城府的，自然比不得自己老娘。郑宁宁，看看你丢不丢人？咱们满大院也找不出一个离婚的，你偏要做那出头鸟。当初爸让你好好考虑，你二话不说非要嫁过去，现在人家不要你了，你又跑回家来，你这不给家里添堵吗？这话虽然说的扎心，但也是实话。当初郑宁宁卑微的厉害，郑建军让她好好考虑，可她不听，哪怕周家人看不起她，她也要嫁。现在以离婚收场，也不怪郑新月这么说。闭嘴，这个家是我爸做主，还轮不到你说话。郑宁宁说着，看着便宜爹，硬生生挤出了2滴眼泪。爸，我知道错了，是我以前年轻不懂事，但是我不离婚，他们会把我打死。你看我这身上。看着郑宁宁满眼噙泪委屈的样子，让郑建军不由想起了亡妻的模样，心里软了几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他自然是疼惜的，只可惜这个女儿辜负了他的期望。如今看到他这副模样，也没有别的办法。行了，你也别哭了，离就离了吧。打人这种事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家里人也不能看着你被人这么欺负，但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得去周家要个说法。郑建军松了口，起身就要出去，这倒是郑宁宁有些意外，显然没想到这关就这么轻易的过了。他自然是不能让老爹去闹，毕竟他跟周家现在是双向拿捏，把周家惹急眼了，把他跟周景言的事情说出来就完蛋了。虽然错不在他，但发生关系是真，在当下这个年代被人知道跟丈夫堂哥发生关系，他的后半辈子就全毁了。爸，你别去了，闹起来也是丢人现眼，离就离了，我也想通了，以后就在家里安心伺候你。想想你还这么年轻离婚，二婚的女人可不好过。不过既然你离婚证都领了，现在说别的也没用，你爸别的本事没有，管你吃喝还是行的。郑建军恼火归恼火，但该心疼还是心疼。郑宁宁立刻听出了这便宜老爹还挺有良心的。爸，你对我真好，我妈要是在天有灵，一定会很欣慰。郑建军的表现把一旁的顾美琴气坏了，捅了这么大的篓子，现在连句批评的话也没有。爸，咱们家现在就3个房间，他回来住呢。郑建军是领导，当初分房子的时候分了个小3居，他们2口子一间，郑新月一间，小儿子一间，现在多了个郑宁宁，房子不够分配。听到新月这么说，郑建军心里有几分不悦。这么大一个家，难不成还容不下你姐一回把客厅收拾出来，让家豪在客厅睡？郑家豪现在不在场，自然没人提出反对。顾美琴怕惹丈夫反感，不敢说。郑新月是不在乎，弟弟在客厅睡是他的事。顾美琴心里心疼自己宝贝儿子住得好好的，就这么被人赶到了客厅。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在丈夫耳边吹起了枕边风。建军，宁宁在家里住，我是没意见，但是这样下去也不叫回事。趁他现在还年轻，虽然是二婚，但也好找。要不咱们再给他寻门亲事吧？这次咱们亲自把关，给他找个靠谱的，要不然一直拖着，再拖到个30岁，那可就难了。郑建军仔细考虑了一下，也的确是这么回事。你说的也有道理，那这事就麻烦你了。你给曹点心，条件太差的咱们可不要，虽说要是二婚，那也不能太低价。听到丈夫同意，顾美琴立刻来了精神，第2天出门就把消息散播了出去。这下都知道宁宁离婚了，被周家赶出来了，说什么的都有。顾美琴自然也没那么好心去给郑宁宁找多好的对象，她打算找个2婚男，再或者农村来的职工。为了显出自己是个好后妈，还拿了不少好东西去找媒婆。周风雨本来还等着郑宁宁痛哭流涕回来求自己复婚，没想到等来等去，等到的是他相亲的消息，当即气得把碗都摔了。儿子，你就放心吧，相亲也是去丢人，离过婚的女人谁要啊？再说了，她现在在外面的名声可是不能生育，这样的女人谁敢要？最后也只能回来求咱们。周风雨想了想，也的确是这么个事，心里这才又好受几分。震惊的不光周风雨，还有周景言。当他得知郑宁宁快速离了婚，回到娘家后就张罗着相亲，内心也是十分复杂。那女人刚从他这借了种，转头就要嫁给别人，心里涌起一股无名火。郑宁宁得知家里要给他相亲，也没有急着拒绝，现在让他结婚，他肯定是不愿意的。但父亲的出发点是好的，
的，哪怕是他现在拒绝了这个事也不能杜绝。连着几天，郑宁宁见了5、6个男人，不是离婚带2娃的，就是露着一口大黄牙的邋遢男，自然是哪个都没成。郑建军也有些生气，别说女儿看不上他都看不上，因为这事还跟顾美琴发了脾气。郑宁宁趁机把高中的书借了借，打算参加一下今年的高考。这个时候上学不用花钱，还有补贴，跟上班差不多，没个学历以后总归不方便，到时候高考完再做点小生意，日子就能过了。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该来的月是一直在推迟快1周后，郑宁宁的心终究是提了起来。我不过跟周景言做了一次，难不成一炮就响？那这男人也太厉害了，神枪手啊！他心里不安，只好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医生抽了血，他在走廊坦女人刚离婚就查出怀孕孩子却不是前夫的，刚穿越就失身喜当妈。郑宁宁当场破防，医生，这孩子我不想要，能不能做掉？那你拿着领导给开的介绍信，还有你的结婚证过来就行。在这个年代打胎可不是你想打就能打的，需要各种手续。郑宁宁一听直接傻了眼，他哪有什么领导，结婚证也早没了，现在只有离婚证。必须准备这些东西吗？你个小姑娘怎么回事？难道听不明白话？郑宁宁顿时情绪跌倒了谷底，她甚至打算找个小诊所把孩子做掉，但是风险太大，万一运气太差，自己不是丧命就是不孕不育，这是她的身体，可不能这么霍霍，但肚子会一天天变大，到时候都瞒不住了，何况自己还离婚了，这也太不像话。思来想去，她想到了周景言，如今这个情况只能去找这个男人，毕竟肚子里是他的种。周景言刚准备上车，打算去市里送猪肉，就看到了出现在养殖场门口的郑宁宁。方便聊聊吗？看着郑宁宁的眼睛，周景言不由得心头一慌。黑子，今天你去送货。旁边一个男人闻言忍不住打量了郑宁宁几眼，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他们老大竟然认识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人家小姑娘还找到了这里。虽然心中好奇，但他也不敢多问，毕竟老大脾气不好，发起火来真的吓人。走吧，去那边。周景言领着人去了自己的办公室，虽然是简易搭建的，但里面有办公桌，有沙发，看起来还不错。郑宁宁想了一下，周景言，我怀孕了。你说什么？我说我怀孕了，孩子是你的。郑宁宁破罐子破摔，打算速战速决。周景言沉默了，黝黑的瞳孔紧紧盯着他。他不明白，既然这个女人要借种，也借种成功了，为什么还要跟周风雨离婚？如今离婚了，怀上了孩子，又跑过来通知他，到底安的什么心？看周景言不说话，郑宁宁也不废话，直接掏出检查单递了过去。不到2周，你的。周景言皱眉，算日期的话的确是他的，但郑宁宁毕竟有丈夫，谁又能保证这个孩子不是周风雨的？虽然2人结婚快2年都没能抱孩子，但说不准也会有几率。周景言没说话，但郑宁宁这么聪明的人自然是猜到了他心中想的什么。孩子确定是你的？我跟周风雨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了。因为答应了周风雨不乱说，郑宁宁也怕节外生枝，关键是他现在对周景言也不信任，于是只好换了种说法。不信你可以去问他，我要是骗你，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听郑宁宁这么说，周景言也终于信了，心里有些乱，但一时间又不知道说什么，半晌后才开口。那你打算怎么办？这件事的确是我的错，说起来你也是受害者，但现在事情已经发生，重要的是怎么解决问题。我现在离婚了，你知道吧？他怕周景言不知道，毕竟他跟周风雨离婚也没多长时间。听到郑宁宁这么问，周景言心里有些心虚。自从那天发生那件事后，他总是无意识地关注郑宁宁，他离婚的事情他自然是知道的。知道这个孩子是意外，不过就算我不想要也没办法打掉，没有证明医院也不会给我做手术。听到郑宁宁竟然想把孩子打掉，周景言心里莫名有几分不痛快，那是他的孩子，是一条小生命，这女人竟然如此儿戏。看到周景言眉头越皱越深，郑宁宁赶紧找补。不过我也没打算打，毕竟是一条生命，可眼下我这个情况再过一阵子也瞒不住了，我总不能带着肚子嫁别人，所以咱们2个结婚吧。他铺垫了半天，终于说出了自己想要说的话。周景言依旧一言不发，郑宁宁也不是什么下头女，不能他说结婚人家就得依着，他想让周景言帮忙，自然也要拿出自己的筹码补充一点。我做饭很好吃，绝对把你2个孩子养得白白胖胖，你放心，我性格也很好，也不会打骂他们。这点周景言是相信的，毕竟原主性格是十分温和的，可毕竟她是自己的前弟媳，这才刚离婚半个月，自己就要把她娶回家，说起来也太过匪夷所思。如果家里人知道，肯定会极力反对，但是不娶的话，她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你为什么离婚？因为家暴，周风雨老对我动手，我受不了了才跟他离婚的。他赶忙抬起胳膊，虽然伤痕已经淡去，但还能看出来。周景言皱眉，没想到那个看着十分绅士的堂弟竟然会对女人下手，心中思虑再三，最后周景言还是点了头。一是因为2个孩子的确需要一位女同志来照顾，本来他最近就有打算找一个；二则是因为肚子里怀了他的种，他不能置之不管；第三则是因为他对这女人有种莫名的感觉。鬼使神差下就点了点头，同时郑宁宁也松了口气。不管怎么说，眼下的
的麻烦算是解除了。想到以后两人要领证结婚，还要过日子，短时间之内还离不了，便想着跟这男人缓和关系，要不每天黑着一张脸也影响心情。你一会儿有事吗？怎么？你要是没事的话，我一会跟你去你家里给你跟孩子做顿饭吃，不然你还以为我骗人呢。我做饭真的很好吃。郑宁宁使出了自己的绝招，到时候周谨言吃了他的饭，对他的态度怎么也得好一些。周谨言犹豫了几秒，最后还是同意了。他也是真的想尝尝郑宁宁的厨艺，如果做饭真的好吃，两个孩子也能长得胖胖的。两人出了办公室，周谨言领着他往门口走，还没走几步，就见一个老实巴交的姑娘出现在了不远处。在看到周谨言时，眼底明显有亮光，被郑宁宁敏锐地捕捉到了。周大哥，你今天不用去送货吗？不用。这位女同志是谁？看着体面生的。郑宁宁看明白了，这姑娘八成是喜欢周谨言，如今看到她心里有了危机感。我朋友，你有事吗？周谨言有些不耐烦，觉得今天赵芳有些奇怪，未免太过多管闲事。赵芳勉强扯出一抹笑容，我想着一会下班没事，去你家里帮孩子洗洗衣裳。你最近这么忙，怕是没工夫照顾他们。做好你分内的工作就行，其余都不用操心。行了，你忙去吧。他说完没再给赵芳一个眼神，继续朝着大门走去。郑小小嘴角抖了抖，这男人是直男实锤了，难怪一把年纪还没成家人家姑娘对他暗送秋波，他好似瞎了一样。赵芳明显有些失落，郑宁宁赶忙跟在了周谨言后面。这男人脚步飞快，根本不会等他。周围邻居看到他带一个漂亮靓姑娘回来，也是十分好奇，纷纷看着脑袋看热闹。我咋觉得这女同志有点眼熟，好像以前在哪见过。哎，你不说还不觉得，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点眼熟。这不小周弟媳吗？弟媳就是刚离婚的那个。对呀，按理说郑宁宁跟周风雨都离婚了，作为周风雨的堂哥应该避嫌，怎么还能跟这女同志单独相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心里也是好奇，但都知道周谨言的性格，没人敢去触眉头，只是在外面说闲话。周甜甜跟周小辉看到周谨言这么早回来，从屋里跑出来迎接。周叔叔，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郑宁宁看了眼两个孩子，忍不住皱起了眉。两个孩子长相都不错，至少五官大气，就是身上穿的衣服有些脏。果然男人带娃不行，像周谨言这种比较忙的男人带娃更是煎熬。两个孩子显然也发现了郑宁宁，她穿着讲究，看到这么漂亮的阿姨，两个孩子下意识往后缩了缩，只觉得难为情。你们好呀，我叫郑宁宁，以后叫我郑阿姨就行。今天我过来给你们做好吃的，你们两个想吃什么跟阿姨说。两个孩子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敢说话，他们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姐姐。说吧，想吃什么？我不知道呀，吃什么都可以的。既然你们不知道，阿姨就随意发挥了。郑宁宁说完，直接撸起袖子去了厨房。两个孩子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好奇地看向周谨言。以后让这个郑阿姨来照顾你们衣食起居怎么样？周叔叔，她是你请的保姆吗？周叔叔要跟她结婚，以后她就是我的妻子，也是你们的养母。有她在的话，你们就能好好吃饭了。虽然两个孩子还小，但周谨言觉得还是要争取一下他们的意见。周甜甜看了一眼弟弟，小脸却是苍白起来。他们听妈妈说过，做后妈的都可坏了，一个比一个恶毒，会把不是自己的孩子通通害死。想到这里，忍不住瑟缩了一下。周叔叔，我们不要后妈，还怕后妈会打人。放心吧，郑阿姨不打人。再说了，每天我都会回来，如果她敢打你们，你们跟我说，我肯定不会放过她。你们不相信别人，还不相信我吗？周甜甜听到他的保证，心里才稍微放心一些。在他眼中，周叔叔是无所不能的，也从来不会骗人。既然他都这么说了，那肯定就是真的。行了，你们两个去完会吧。女人刚怀孕，非得嫁给前夫堂哥，上干着给人当后妈，可未来婆婆却死活不同意。这是什么呀？看着好好吃。这是大盘鸡，我的拿手菜，你们快尝尝。周谨言心中暗喜，她是真没想到她的手艺这么好。两个孩子吃得满嘴流油，可能是因为之前没人教育，吃饭的时候没个吃相，看起来很是难看。甜甜小辉吃饭要慢慢的吃，这样才能消化，表情也不能这样让人看到了要笑话的。你们好好听话，以后阿姨给你们做更好吃的。郑宁宁打一巴掌给颗枣吃，虽然是教育孩子，但听起来让人觉得心里很舒服。周谨言心里不再犹豫，不管他是装的还是怎么，至少他愿意管孩子。两个孩子身上有不少小毛病，有他在，的确是一件好事。就在这和睦的时刻，大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年妇人。周谨言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母亲今天会突然造访。周母也是愣在了原地，她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自己前侄媳妇如今出现在儿子这里，怎么看都觉得奇怪。郑宁宁心里也是咯噔一声，妈，你怎么过来了？怎么没事就不能过来？吃饭没？一起吃吧。周谨言也是有些头疼，他实在是不擅长跟父母沟通，这些年相处也是越来越少。宁宁怎么在这里？是有什么事吗？李如慧不动声色问道。郑宁宁正打算接话，却被一旁的周谨言抢了话去。妈，你今天过来，正好我恰巧有事跟你说。有什么事你说。我打算结婚了，
就这2天。李如慧大惊失色，之前没听说过儿子谈对象，怎么突然要结婚？心里下意识有些不高兴，总觉得这事情有古怪。结婚跟谁结？哪家的姑娘？怎么没听你说过？纵然郑宁宁脸皮在厚，此时也是有些尴尬，下意识偏过了头。这人你也认识？李如慧恨不得把他儿子掐死，说半天都没说到正事上。是哪家姑娘？就是宁宁。这话一出，顿时鸦雀无声，就连一旁的2个小不点也意识到了不对劲，咀嚼的声音都变小了。李如慧表情惊讶不已，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我说我要跟郑宁宁结婚。这下李如慧听清楚了，儿子要跟郑宁宁结婚，也就是要跟自己的前堂弟媳结婚。胡闹，简直一派胡言！你说你要跟谁结婚？李如慧急得跳脚，自己的侄媳妇转眼就要变成自己的儿媳妇，传出去别人都要笑掉大牙。周景言早就料到她是这个反应，并不觉得意外。这件事我只是通知你们，不是征求你们的同意，到时候你们若是愿意出席就准备一下，不愿意出席也没关系。你想都别想，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可是风雨的老婆，他们才离婚多久，你就要跟自己堂弟的前妻结婚，你觉得这合适吗？李如慧如此着急，也在郑宁宁的意料之中。作为一位母亲，遇到这种事情谁也不乐意，可如今她也顾不得那么多，毕竟自己屁股都擦不干净，反正结了婚以后也不跟公婆住一起，日子怕是也没那么难过。实在不行把孩子生下来，等到合适的时机再离婚。有什么不合适啊？如今他们2人已经离婚，各自都是单身状态，嫁娶都是人之常情。我做事你也知道，向来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我自己觉得好便是了。周景言不卑不亢，态度很是坚决，这让郑小小心里多少有了些底气。李如慧一口气差点没上来，之前不进公家单位，非要搞什么养殖场，已经够让他们难过了，现在竟然还要娶自己堂弟不要的女人，还是个不能下蛋的母鸡。我告诉你，这是我不同意，你爸也不会同意，你趁早死了这条心。他说着，目光转向一旁的郑宁宁，妄想从他身上突破。宁宁，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温柔贤惠、通情达理的人，如今能做出这种事来，实在是让我意外。你跟景言肯定是不合适，如果真想再婚，我可以帮你介绍。阿姨，我知道这是有些荒唐，但我跟景言彼此都认定了对方，不可能不结婚。2人自然是不能把内情说出来，只能互相打着掩护。李如慧也装不下去了，开始大发雷霆，直接把2个孩子吓哭了。你先带着孩子回屋里去。郑宁宁点头，拉着2个孩子回了房间。周景川深吸一口气，眉头紧蹙。妈，这事你就别再说了，我心意已决，你们不同意也没关系，不用理会就行。景言，你是不是想把我跟你爸气死？你找个这样的女人不觉得丢脸吗？你知不知道她不能生孩子？你是想让咱们家里绝后？李如慧压低声音，多少是有些顾忌，她也是要脸面的人，如今跟个泼妇似的，在这骂街实在是有损形象。郑宁宁现在已经怀孕了，但这是她不能跟母亲直说。不要听信那些谣言，女人不能生孩子，也有可能是男人不行。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说你堂弟有问题，先不说他能不能生，可他之前毕竟是你堂弟的老婆，这城里姑娘这么多，你就非要找他，他可是个2婚。周景言看了母亲一眼，忍不住出声提醒：妈，你别忘了，我虽然不是2婚，但是带着2个孩子，说到底还不如2婚不带娃的。人家姑娘愿意跟我过日子，愿意帮我照顾2个孩子，我就觉得挺合适。而且宁宁脾气也挺好，我们2个过日子也能过到一起去。2个娃怎么了？咱家条件好，你想找个头婚的完全没问题。你要是实在想成家，今天妈回去就帮你介绍姑娘，你赶紧跟她说清楚，可不能跟她在一起纠缠。周景言眼看说不通，也就懒得再解释了，反正他已经决定的事情，谁来了都无法更改。找老婆是给我自己找的，过日子也是我自己，好赖我自己会区分。行了，话就说到这，既然你吃过饭了，我就不留了。他直接下了逐客令，哪怕是自己亲妈都不给面子。李如慧被气得脑袋直嗡嗡，不知道儿子是被谁洗了脑，非要娶这么一个女人，但他也知道儿子不听自己的，只能气冲冲的离开。周景言心里清楚，他这是回家告状搬救兵去了。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他心里多少有几分内疚，说起来他们2个都没错，缺德的是周风雨，他们2个都是受害者。决定好的事，没有什么麻烦不麻烦，放心，这些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今天你回家把事情跟家里说一声，明天我上门提亲。听到这男人说的话，郑宁宁心里不免对他有了几分好感。有担当的男人就是让人佩服，要是换做别的男人，倒霉的也只能是他了。谢谢，你休息一下吧，我去洗碗。不用了，我洗就行，刚才做饭辛苦了，时间也不早了，你回去吧。这年头能主动帮忙洗碗的男同志不多见，周景言看着冷漠无情，倒是挺会来事的。那我就先走了。需要我送你吗？不用了，我自己能行。郑宁宁出了院子，一路上心情愉悦，她越想越觉得嫁给这个男人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与其在家里跟后妈斗智斗勇，还不如在这边自在，做饭什么的她也不发愁。本来她就喜欢做一些美食什么的，再说了家里的伙食可比不上这里，鸡鸭鱼肉随便吃，想想就
女人忽悠便宜老爹让自己结婚，不料新郎竟是前夫堂哥。郑建军看到他回来也没说什么。爸，我有事跟你说。什么事？我打算结婚啊。这话一出，准备进厨房的顾美琴都跑了过来。你说什么？宁宁，你要结婚？跟谁？跟周景言结婚。爸，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就是周风雨的堂哥。郑建军在脑海里扒拉了一下，很快就想到了这人是谁，就是那个个体户敢养殖的。作为周风雨的岳父，周家的情况他自然也是了解一些的。周家是大门大户，周老爷子身份不简单，底下的孙子也都挺有出息，唯一就这个不走仕途，也没当兵，开起了养殖场。对，就是他。一旁的顾美琴心中窃喜，这年头个体户给人的印象可不好，远远没有个铁饭碗听起来风光。本以为郑宁宁找了个什么厉害人物，没想到是个这样的，当下心里也是松了口气，还有些幸灾乐祸。宁宁，他是周风雨的堂哥，也是周家人，如今你们两个结婚，是不是不太合适？传出去也不好。有什么不合适？我是个二婚，他带2个娃，我觉得挺般配的。而且我跟你说，我们2个结婚了，不用跟公婆住一起，每天还有吃不完的肉，我觉得挺好。郑建军嘴角抖了抖，这女儿说话也是让人着急，几块肉就把他给收买了。你想吃肉，家里可以给你买，你大可不必为了一口肉就这么稀里糊涂嫁人。郑建军心里着急，郑宁宁本以为这个便宜爹对原主根本不关心，现在看来也并非如此。倒也不是完全为了这块肉，主要是我觉得周景言条件挺好，虽然说个体户现在不招人待见，那也得看是什么样的个体户，人家开了那么大个养殖场，我去看过了，实在是好得很，铁饭碗又咋样，一个月领的那点工资还不够人家几天挣的。虽然他不知道周景言存了多少钱，但看那个养殖场的规模，就知道钱绝对少不了。郑建军竟无言以对，总觉得女儿这说的是歪理，可又无法反驳。你就这样嫁过去，人家父母能同意吗？周家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在这一块也是排得上号的，怎么能让家里出这么丢人的事？这个你就放心吧，刚我不都说过了，结了婚不跟他们一起住，而且周景言已经决定要娶我了，明天估计就会上来提亲。爸，你能这么关心我，我心里很高兴，你放心吧，吃过上次的亏，我还能这么傻吗？要是这个周景言人不行，我也不可能选他。再说了，您仔细想想，就大院里给我介绍的那些对象，哪个条件能比得上周景言？我总不能一直待在家里做老姑娘，你说是吧？郑宁宁说的有条有理，郑建军虽然觉得很离谱，但也渐渐被说服了，而顾美琴也强压着心中的激动开了口。宁宁说的对，也有道理，自从私营放开，现在做生意的也是越来越多了，有肉吃那是好事，咱们这样的家庭每天吃肉也不现实，她能找到这么个好婆家也算是一桩美事。顾美琴幸灾乐祸，这年头谁都看不起个体户，要是这个周景言这么有钱，四处也早就传开了，不可能没听人说过。想到以后自家女儿嫁高门大户，而郑宁宁只能嫁个养猪的，他心里就爽快。郑建军听到顾美琴这么说，心里也是憋气，女儿嘴巴利索他说不过，但心里总归是清楚的，这件事实在是不合适。顾美琴这个时候却跳出来帮女儿说话，肯定没安好心。行了，你就少说2句吧。郑宁宁心中冷笑，这个后妈怕是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她的笑话了。郑新月回来得知这件事后，心里也是乐开了花。经过郑宁宁一番苦口婆心，郑建军最后还是妥协了，自己又不能帮女儿找到更好的人家。周景言虽然没有铁饭碗，但毕竟是周家人，日子差不到哪里去，就是当养母多少有些委屈，所以晚上便跟顾美琴提起了嫁妆的事。宁宁要是真跟这个周景川结婚，我寻思多给她带点嫁妆，本来人家婆家就看不起他，咱们家要是太寒酸，怕是要被人笑话。顾美琴听到郑建军这么说，心里自然是不乐意，只能咬着牙故作轻松问道：你打算给带多少钱？给带800吧，这样也好有钱傍身，嫁过去也不至于太吃苦。如今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40-50块，娶媳妇100块钱都算高了，而郑建军一开口就是800块，这都快赶上他1年工资了。顾美琴自然是不甘，咱们是嫁女儿，不是让男方入赘，给这么多钱算怎么回事？嫁妆就是给宁宁的底气，她头婚就没有嫁给良人，二婚要是不给予支持，婆家怕是更看不起她。钱没有了可以再赚，但不能再让她受委屈。这孩子跟着我也没享过什么福。郑建军总算是良心发现，难得大方一次。顾美琴心里把他祖宗问候了个遍，脸上却是不动声色。谁让全家都得靠着男人活，自己那2个又不是他的种。话是这么说，但800我觉得太多了。宁宁那孩
孩子没心眼，别嫁过去又都给人家花了，你先少给一点，日后要是她回娘家，你再给也不迟。顾美琴是个会说话的，郑建军还真犹豫了，毕竟这个女儿以前是真的没心眼。不能吧，她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能这么傻？那可说不定，到时候再说吧。她找这么个男人，指不定是啥样呢。要是到时候抠抠搜搜，舍不得花什么钱，咱们抬手就是800块，那不是大冤种吗？顾美琴对周景言这个个体户多少有点看不起，就算明天来提亲，怕是也上不了的台面。万一到时候彩礼就给几十块，他们嫁妆800才是招人笑。郑建军光是想了想那个场面，都觉得生气。如果真这样，那我肯定不能同意。行了，不说了，先睡吧，明天再说。周景言跟郑宁约的第2天下午过来吃饭，顺便提亲把日子定下。郑建军跟顾美琴下午请了假，早早就在家里等着了。郑新月今天也没上课，郑宁宁知道他想干什么，无非是想看自己出丑，想看看周景言到底有多少。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男人把老婆亲手送给堂哥，老婆转眼要和堂哥订婚。下午周景开着自己的货车来到了家属院门口，瞬间吸引了众人的注意。等他们看清搬下来的东西时，更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罐头、麦乳精、饼干、绿豆糕，还有9盒烟。除此之外，还有2扇猪肉，鸡鸭鱼也不在少数。老大知道的以为你是来提亲，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备年货呢。不说话能死啊？又没人，那你当哑巴？这小同志是找谁？咋带这么多好东西？不知道没听说呀？咱们大院哪家姑娘的对象？大家你言我一语，皆是好奇不已。不管是谁家姑娘谈的对象，这也太大气了。直到看到周景言他们进了郑建军家，这才炸了锅。这是咋回事？咋去了郑建军家里了？难不成是他家小女儿要结婚了？大家以为的自然是郑新月，根本没往郑宁宁身上想。毕竟大家都知道她最近在相亲，高不成低不就的短时间，怕是成不了。不能吧？他家小闺女不是还在读书吗？咋可能这么早结婚？难不成是他那个大闺女？那更不可能，他家大闺女不是刚离婚吗？就算再找，不能找到这么好的对象。这小伙子一看就有钱，看那个头相貌也都不错，咋可能看上他们家那个老大？郑建军听到敲门声出来迎接，看清几人手里的东西，也是吓了一跳。门口除了周景言，还有2个小伙子，手里都是满满当当。行，先进来吧。周景言招呼黑子他们进去，把带来的东西放到屋里，2人就离开了。叔叔阿姨第一次登门拜访，也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就随便带了些。顾美琴这会儿已经傻眼了，他们过年都没买过这么多东西，先不说那些烟酒礼盒，就那2扇猪肉都多少钱了。郑建军也是没话说了，这些东西也太贵重，虽然他们家算是中上家庭，一次也舍不得买这么多东西。太多了，家里也吃不了，你回头带些回去吧。不用了，叔叔，就是给你们买的，肉吃不了的话可以做成腊肉，腌一下就好了，能放种。周景言说话很是客气，郑建军没再说什么，招呼他入座。郑宁宁也在心里为他默默点了个赞。昨天2人只是说好提亲的事，没要求他带多少东西。说白了，2人相当于假结婚，迟早也得离，他也不会要求人家花费太多。顾美琴心里就不是滋味了，本以为郑宁宁嫁个养猪的，能提2箱奶就不错了，谁想到第一次登门就带了这么多东西，整个大院也没见过这么豪气的。很快进入正题，郑建军简单问了一下他的情况，工作上也聊了聊，接下来便到了重头戏，那就是谈彩礼。小周，你是怎么想的？我跟你掏心窝子话，我们家宁宁虽然是2婚，但她离婚，自己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她是个好孩子，就是被耽误了。她现在要嫁给你，你可不能因为这个小瞧她。那是自然，我是这么想的。宁宁嫁过来也不容易，还要帮我带2个孩子，实在是辛苦。我打算彩礼给上1800，另外3转1响，我也都准备好，绝不让宁宁受委屈。这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不敢置信地看着他。郑宁宁也提前打听过，现在结婚给上200就是高彩礼了，可周景言竟要给1800块，在现在这个年代，这笔钱绝对算得上一笔巨款了。你说啥？彩礼给1800块？对，1800块。郑建军看了郑宁宁一眼，眼神多少带着几分埋怨。有这种事也不提前给说，家里说，张口就给这么多的彩礼，他们娘家肯定也要有所表示，不然可不成了卖女儿了。小周啊，你彩礼给这么多？是的，叔叔，钱我已经带来了，就在这里，你收下吧。
郑宁宁立刻有些坐不住了，如果彩礼就给几十块给家里也无所谓，但如果是1000多块，她不能干，那不是白白便宜了顾美琴，但毕竟要顾及体面，也不能现在就把钱拿走。一旁的顾美琴也是紧紧地盯着彩礼钱，表情古怪，不知道是该笑还是哭。郑建军这下是彻底放心了，一个愿意给这么多彩礼的男同志，肯定不会对女儿太差。这钱虽说是彩礼，但是我们也不会留下，到时候你跟宁宁结婚，直接给你们都带走，算是你们小两口的小金库。另外我这边再给贴上800块，算是宁宁的嫁妆，你可别嫌少。您这话严重了，我自然是不会嫌弃，给多给少都是长。真是小母牛爬珠峰，牛批到了顶点。女人被婆家设计送给了堂哥，不久却收到了2人的结婚的消息，本想借种生子，不曾想竟为他人做了嫁衣。今天破费了，谢谢你。郑宁宁也不是不知好歹的人，虽然2人关系不是很好，但定亲这件事上周景言做得非常到位。不必客气，应该的，你不用送我了，回去吧。没事，我把你送出去。这个点他自然不能回去，便宜老爹说把彩礼钱给他带走，估摸着后妈正发疯呢。作为一个懂事的孩子，应该等他们吵完了再回去。事实也果然不出他所料，此时的顾美琴已经跟郑建军起了冲突。建军，你做决定前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自古以来那彩礼钱就是给女方父母的，没听说过要原封不动让女儿带走的。你把那1800块钱让她带走，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可咱总不能嫁女儿还得倒贴800块，图什么？顾美琴再好的脾气这会儿也绷不住，听到妻子这么说，郑建军并没有生气。彩礼给了那么多钱，咱们收着，你觉得合适吗？让别人知道了，那不是成了卖闺女？这钱咱们本来就不应该收，都给宁宁带过去，那就是她的底气，兜里有钱就不用被人欺负。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对？我觉得这事做的不对，1800块太多了，宁宁拿那么多钱也没用，咱们应该留上一部分，给她800足够了，咱们留上1000。这已经是顾美琴做出最大的让步，给郑宁宁800块都是便宜她了。不料郑建军却是连连皱眉，他想不通，一向温柔贤惠的顾美琴怎么突然惦记上了他闺女这份钱。美琴，你管的是不是太多了些？我觉得这些事上你不用插手，我自有安排。郑建军也不是什么妻管严，看到丈夫生气，顾美琴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钱她想要，但要是因为这件事得罪了丈夫，以后也会是个大问题。建军，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我毕竟也是宁宁的妈妈，她结婚我自然要管，我也不是说要这钱，这孩子大手大脚的，咱们要是留一部分钱在手里，以后他要是没钱花了，还能应急。你怎么能这么想我？顾美琴眼睛一红，两眼含泪，她是个十分会利用自己特长的人。郑建军赶忙放软了语气，你别这么说，我没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我亏欠了这孩子，想让他以后过得好一些。虽然郑宁宁前妻花了钱，但是她母亲临终前给她留了一大笔，足以支撑她10几年的费用，如今再拿着人家的彩礼，他觉得对不起妻子的在天之灵。你就知道亏欠？你欠他什么？当初嫁给那个周风雨也是他自己做的主，过得不好也跟你没关系。经过这次的事情，我觉得他也不会那么傻了，彩礼钱还是要都给他带走。至于那800块钱，我觉得我是出得起的，给了就自然没有收回的道理。以后新月结婚了，我自然也不会差事。行吧，随便你。顾美琴冷着脸回了卧室，郑建军心里也憋着气，自己不过拿800块钱给女儿做嫁妆，他就这么多话。本以为妻子是通情达理的，现在看来也不完全是这么回事。郑宁宁送了周景言回来，开门看到只有便宜老爹在客厅待着，心里自然是门清，估计刚才已经吵完架了。爸，你感觉这男人怎么样？是不是还不错？的确是不错，关键是对你上心，这就够了。只要嫁过去不受气就行。就是你刚嫁过去就要带2个孩子，我怕你应付不来，实在不行就请个阿姨帮忙，别把自己累着。郑宁宁听便宜老爹这2句话，心里有些暖暖的，可她现在满心惦记着那1800的彩礼，担心顾美琴刚才在背后挑拨过郑建军，不打算把这个钱给他了。想到这里，心里也是咯噔一声，当即有了法子。爸，这点苦我还是能吃得了的，你放心，我肯定把日子过好。那彩礼钱你也不用给我了，你每天上班这么辛苦，还要养这么多孩子，我之前不懂事，让你操心了。那彩礼钱你留着用，以后工作别太卖力，毕竟上年纪了，身体要放在第一位。他一脸关心，话说的那叫一个漂亮。郑建军眼眶一红，
差点表演一个老泪纵横。女儿终于懂事了，竟然舍得把那钱留给她，亏她刚才心里还迟疑了，当下脑子一热，把那1800块原封不动拿了过来。你这说的什么话？你爸还能挣呢，哪能花你的钱？这彩礼钱你收着，最好是赶紧存起来，也算是你的小金库。郑小小心中大喜，面上却还是装作一副犹豫的样子。爸，真不用你留着花吧，我辛苦一点没关系，我还年轻，但你上年龄了，不能再劳累了。让你拿着你就拿着，你这孩子别总让人不省心。最后郑宁宁勉为其难地把钱收下了。此时正趴在门上偷听的顾美琴气的脸都绿了，她感觉郑宁宁是故意这么说的，偏偏郑建军还吃这一套，这下是赔了夫人又折兵，1分钱彩礼没赚，还贴上800嫁妆。下午的时候，郑宁宁便把那笔钱去存了起来，自己手里只留了200。有这一笔钱在手里，她心里立即就没那么慌了。不过想着这昂贵的彩礼，估计自己到时候得帮忙多带2年孩子，要不周景言可亏死了。第二天一大早，郑建军便通知了亲戚朋友，还买了一些结婚当天用的东西，而周景言那边也准备了起来。家里父母不同意，他也不打算让他们参加，有那么多兄弟和工人帮忙足够了。他直接预定了大饭店，父母不愿意来，但亲戚朋友还是要。男子要娶自家堂弟的老婆，母亲得知暴跳如雷，不愿出席婚礼。李如慧得知儿子已经开始准备结婚，整个人都急了。你看看你这儿子哪有把咱们放在眼里？我都说了，不让他娶这个女人，人家直接自己把事办了，这是不认我们这父母了。一旁的周敬业也是一阵头大，这个儿子不好管，这事也的确做得离谱。自己儿子是什么性格他们清楚，反对也没什么用。周敬业想了想，也就想开了。行了，人家这都要准备结婚了，你在这儿说这些有什么用？到时候还是过去看一眼，儿子结婚父母不到场，说出去像什么话？哪怕家里再不和，面子上也得过得去。你说什么？你这意思是结婚当天你还要去参加？毕竟是亲生的，难不成以后不来往了？你要是不愿意去就别去，我去看一眼，这事总得有个家长在场。李如慧一听差点发狂，要不是怕街坊邻居听到，她真想跟这男人打一架。不许去，你去了，那证明您还以为咱们怕了他呢。一个姑娘家心里应该有个分寸，明知道人家父母不同意，还死赖着要嫁过去，咱们家没有这样的儿媳妇。她钻了牛角尖，自己不想去，也不让丈夫去。我看你是脑子坏掉了，你愿意去就去，不去就拉倒，别管别人。两人因此大吵一架，而另一边周家，周风雨还在等着郑宁宁过来求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喜帖。周风雨看到母亲一脸慌张，忍不住皱起了眉。妈，你这是怎么了？风雨完了，郑宁宁要结婚了。听到这话，周风雨一个趔趄，差点没站稳。你说什么？郑宁宁要结婚了？高慧兰点头，也是哭丧着一张脸。真是太过分了，她竟然要跟周景言结婚，都开始发请帖了。听到周景言的名字，周风雨的脑子嗡的一声，再次受到了重创。郑宁宁结婚对他来说就是一件不能接受的事，更没想到结婚对象竟然是周景言。两人为什么能走到一起，他心里自然是有数，因为郑宁宁那天跟周景言睡了，两个人似乎都很享受，但那是他们设的圈套，当初也是为了能让郑宁宁怀孕。周风雨整个人都傻了，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们两个怎么能结婚？谁说不是呢？他们就是不要脸。周景言是你堂哥，现在竟然娶堂弟的前妻，这城里这么大，难不成找不到别人了？这不就是给咱们难看吗？高慧兰不能接受郑宁宁嫁给别人也就算了，偏偏嫁给周景言，两家是这么近的亲戚关系，传出去像什么话？不行，绝对不能让这两个人结婚，不然我岂不是成了大家眼中的笑柄？再说这种事情，我大伯他们怎么可能同意？爷爷奶奶他们知道吗？不行，我得过去找一趟。周风雨如今的想法就是赶紧找人阻止，绝对不能看着这两人领证过日子。你说的有道理，妈跟你一起去，这事要是真成了，咱们家岂不是成了笑话？你爷爷奶奶也不能同意。此时周家大房，你们找我也没有用，我这个儿子什么德行，你们不清楚吗？人家根本不听我的话，结婚也不打算请我们过去，但凡我这个当妈的能管住，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大伯母，你可不能不管，这事要是真成了，以后别人怎么看咱们？再说了，郑宁宁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堂哥娶她有什么好？怕是以后都没办法传宗接代。周风雨每句话都炸到了李如慧的心里，这让她脸色更加难看了。能怎么办？这些话我也跟他说了，可是你哥根本不听。三人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去找老爷子。老爷子是周家最有威望的人，
身份也不一般。如果这事儿他插手，周景言心里肯定得考虑考虑。对，这事您可不能不管，到时候谁不得笑话咱们家？你赶紧去劝劝景言，娶媳妇又不是娶不到，为什么偏偏娶一个这样的，丢人。周老爷子听他们说完，多少也是有些惊讶。风雨，日子过得好好的，你跟小郑怎么离了？还不是他那脾气，本来我以为闹闹就过去了，到时候再复婚，没想到他竟然要跟周景言结婚。老爷子深深看了他一眼，心中多少也猜到了几分。这个孙子看着彬彬有礼，实际上并没那么好说话。这是传出去的确不好听，但你堂哥是什么性格，你心里也清楚。父母的话他都不听，怎么会听我的？既然已经把日子定下来，说明他心意已决，这件事也只能这样了。别看周景言只是个养猪的，但周老爷子从来没小看过这个孙子，总觉得他是个有出息的，他也不愿插手小辈的事情。爷爷，他肯定听你的话，这事你出面肯定能解决。周风雨因为太过着急说话的时候，甚至还带了几分命令。老爷子蹙了蹙眉，显然是心生不悦。你们先回去吧，这事我回头去看。说罢便要送客，显然是不想多聊。周风雨还想说什么，却是被一旁的高慧兰拽了拽袖子。走吧，风雨，不要再打扰你爷爷休息。出去后，周风雨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我这是想不通周景言有什么好，不过就是个体户养猪的，丢尽了咱们周家的脸，可爷爷还是这么偏袒他。要不这样吧，你现在去找一下郑宁宁，态度好一点，最好是说动他跟你复婚，这样也能挽回一点颜面。高慧兰心里打着如意算盘，等郑宁宁跟儿子复婚了，她一定要狠狠折磨个贱人。行，我现在就去找他。周风雨跟做贼似的摸到了家属院，郑家没有关门，里面听起来闹哄哄的不少人。当他们看到周风雨出现在门口时，瞬间变得鸦雀无声。郑宁宁抬头看去，正好对上了周风雨的眼神。风雨，你怎么过来了？率先反应过来的是顾美琴，她心里暗笑，面上却是不动声色。我来找宁宁，我有事情要跟她谈。顾美琴能保持淡定，一旁的郑建军却做不到。本来他只是觉得这个女婿太高傲，对女儿也不够重视，后来才发现还家暴。如今在他心目中，周景言要比他这个堂弟靠谱多了。他今天忙一会，还要去试嫁衣，怕是没空。郑建军直接冷脸拒绝，周风雨不肯放弃。宁宁，听话，你出来一下。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大喜日子别在门口碍眼，赶紧走。他表情冷淡，直接拒绝。周风雨哪里受得了？这臭女人什么时候学会欲擒故纵了？闹出这么大的响动，不就是逼着我过来主动求和吗？如今我来了，她反而还拿上架子了。他强压心中的怒火，勉强挤出一抹笑容。我知道你还在闹脾气，之前的事是我不对，是我太冲动了，我跟你道歉。但是咱们夫妻二人闹脾气归闹脾气，你不能把事情做得太过了。周风雨语重心长说着，好似两个人离婚只是在闹着玩。旁边几个亲戚见状，你看我看你都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郑宁宁忍不住瞥了他一眼，实在不知道这男人哪来的自信。你来的正好，忘了给你发喜帖了。本来想着咱们两个的关系发喜帖不太合适，可既然你找过来了，就给你也发上一份，到时候我结婚，你记得过来上礼。他慢吞吞说着，脸上看不出情绪，可这话确实能气死人。让前夫来参加婚礼，还要让前夫给上礼，不光是周风雨傻眼了，一旁众人也是惊讶不已。你胡说八道什么？赶紧把婚礼取消！你闹闹小脾气，我没意见，我也能原谅你。明天咱们就去领证复婚，你别闹了。我为什么要取消婚礼？为什么要跟你复婚？拜托你脑子清醒一点。郑宁宁满眼讥讽，看向周风雨的目光满是嫌弃。你还要闹是不是？你再这样，我真的生气了。哪怕以后你跪在我面前求我，我也不会再跟你和好。你这么做也是伤透了我父母的心，他们现在对你很失望。周风雨忍无可忍，本以为这番威胁的话说出去，他会掂量掂量。爸，能不能帮我把这人赶出去？别人大喜日子过来谈复婚，这不是给人找晦气。我郑宁宁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吃回头草，怎么可能一个坑跳2次？他干脆不搭理周风雨，而是看向一旁的郑建军，想让他赶紧把人轰走。郑建军也明白了女儿的心意，你还是走吧，我女儿不可能跟你复婚，既然已经离了，那就好聚好散。以前的事暂且不提，我们也不想追究，只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女儿面前，更不要影响她的婚礼。周风雨要气疯了，哪怕是再有风度，这回也忍不了了。看着一脸严肃的钱老丈人，他按怒极反笑，真是可笑。你们不会以为周景言是什么好男人吧？这男人带着2个孩子，还是个养猪的，就算娶了她，进门也是让她当后妈，哪有什么好日子过？怕是到时候彩礼钱都不会给一份，也不看看你女儿是什么条件，离过婚不说，还不能生孩子，你们还这么重视家里，传出去也不怕成为笑柄。小周呀，你这话说的就过分了，凭什么就是我女儿不能生？你们2个结婚快2年没生孩子，谁也没去医院检查过，既然没有检查
报告，那就是未知数，谁的毛病还不一定呢。再说了，谁说景言那孩子不出彩礼钱，人家早就给过了1800块，还有3转1响。郑建军说完后只觉得心里爽快，似乎还怕他不信，指了指客厅的角落，看见没有，缝纫机什么的都在那摆着呢，都是新的，景言刚送过来的。周风雨不敢置信，那缝纫机看起来就是新的。最让他不能接受的是1800块的彩礼，当初他娶郑宁宁只花了100，周景言给的竟是他的几10倍，凭什么郑宁宁一个二婚女人值这么多钱？他不肯相信这是真的。胡说，怎么可能？周景言一个个体户，哪有1800块？再说了，郑宁宁一个离过婚的女人，人家凭什么要给她这么多彩礼？这有什么好骗人的？给了多少就是多少，我郑建军还不至于在这种事上撒谎。那彩礼我1分没有，全给了我女儿，她已经存起来了，不信你问她。可不管郑宁宁他们怎么说，周风雨就是不相信。这也就是你们嘴上说说，钱又没摆在这里，还不是你们说了算？但凡带个脑子都能看出来，别人怎么可能花这么多钱娶一个二手货？周风雨说话越来越难听，二手货什么的都出来了。郑建军脸色很难看，恨不得拿一旁的扫把把他撵出去，但当务之急还是要狠狠打他的脸。宁宁把你的存折拿出来给他看，给我狠狠打他的脸。郑宁宁也是这么想的，虽说才不外露，但如今是面子之争，自然不能让他心里舒服，当即把存折贴到了他眼前。你不是不信吗？那你自己看，这是我昨天刚存的字，你认识吧？周风雨看着明晃晃的数字傻了眼，这么一笔巨款，难道真是周景言给的彩礼钱？这一刻，周风雨只觉得自己脑子轰的一声一声，感到无比丢人。他想不通这个堂哥是怎么想的，竟真花这么多钱娶个二手货。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拿给你看，只是让你明白你眼中毫无价值的人，别人却视若珍宝。现在你可以走了吧？打脸也打够了，周风雨脸上的挫败让他身心舒畅，如今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想让这男人赶紧滚。周风雨脸上青白交替，本来是想通过打压郑宁宁让他跟自己复婚，没想到这女人根本不按他的套路走，要是就这么走了，他跟周景言就真的要结婚。宁宁，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一日夫妻百日恩。我知道之前有些事我做的过分了，但对你的感情还在，婚姻不是儿戏，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把婚约取消了。对了，有件事我还没跟你说，你们两个结婚，周家没有一个人是赞同的。真是癞蛤蟆爬脚面，不咬人膈应人。女人嫁给了前夫堂哥，自己的好妹妹却盯上了她前夫。看穿一切的郑宁宁心里格外兴奋。周大哥，你没事吧？别生气了，我姐那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嫁给一个养猪的，以后有她受的。像你这样一表人才的男同志，她没把握住，是她的损失。周风雨正是自尊心受挫的时候，如今听到郑宁宁的妹妹这么安慰，心里难免好受几分。心远，还是你看得通透。周大哥，我看你这样心里也挺难受的，毕竟以前也算是一家人。要不你等我一下，我把这垃圾倒了陪你走走。之前郑宁宁找了这么个丈夫，她心里就挺嫉妒的。周围有几个同学也见过周风雨，都夸她长得好看，没想到这么快就离婚了。郑新月心里欢喜，周风雨一愣，显然没想到郑新月这么温柔体贴，一时也是有些犹豫。不过想到她是郑宁宁的妹妹，回头郑宁宁知道了，肯定心里不好受，于是便点头答应了。走走也行，那我陪你去吧，咱们去那边走走，那边比较凉快。两人往处走的时候，自然是碰到了一些人，看到周云燕跟郑新月走在一起，都是大跌眼镜。这郑家的关系怎么这么乱？郑宁宁跟前夫的堂哥好上了，他妹妹又跟前姐夫要好。周风雨还知道低下头，一旁的郑新月却洋洋得意，扬着脑袋生怕别人看不到。郑宁宁看郑新月这么久都没回来，心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想到这两人能凑到一起，那可真是精彩极了。放心吧，周大哥，一会儿我回了家肯定劝劝他，但他听不听就是两说了。行，就是辛苦你了，还是你懂事。第二天，周景川便早早来接亲了，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郑宁宁忍不住多看了几眼，随后便被带到了饭店。而此时的周风雨和高慧兰则跟做贼一样，躲在不远处偷看。这个周景言是真舍得花钱，竟然不知道去哪里弄了一台小轿车，这排场可比你们结婚的时候大多了。周景言订了好几桌，虽然他那边的亲戚来的少，但是郑家亲戚多，他也不能怠慢了。郑家亲戚看到周家没来长辈，难免私下也要说几句。虽说都是亲戚，但也不一定都盼着你好。过得好了遭人嫉妒，过得不好了又被人嘲笑，有时候反而越是亲戚越见不得你好。郑宁宁虽然心里清楚，但也把那几个说风凉话的人记在了心里。周景言拉着他的手，虽然是当着众人的面做样子，但还是忍不住心神一荡。今天委屈你了，我爸妈怕是不会来了。没事的，不委屈，我能理解他们。李如慧得知儿子今天结婚的消息，在家也是怎么都待不住。周敬业看他这副样子也是无奈，既然不放心，那就过去看看儿子结婚，咱们做父母的也该去给主持一下。不行，咱们过去干什么？我可不喝那女人进的茶，我怕忍不住拿起来泼她脸上。那你就在沙发上坐着，别在我眼前来回晃我头晕。李如慧根本静不下心来，虽然嘴上说着不在意，但那毕竟是自己亲生儿子。不行，我得过去看看。咱们不进去，就在饭店门口看看。你愣着干嘛？你跟我一起去。两人刚到饭店门口，就见门口已经躲着两人，四人面面相觑，皆是
吓了一跳。让众人没想到的是，周老爷子他们竟然也来了。周景言看到老爷子他们，显然是意外又惊喜。爷爷奶奶，你们怎么过来了？结婚前他跟老爷子说过这件事，二老也不是很支持，毕竟周家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发生这种事实在是脸上无光，所以他没想到二老会过来。没有长辈怎么行？我跟你奶奶过来给你撑场面。您费心了。心中自然是感激，有了老爷子他们在，待会儿也不至于太难看。郑宁宁笑着跟二老打了招呼，周老爷子看了他一眼，总觉得这小妮子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如今眼神清澈坚定，说话也是不卑不亢。门外的周风雨一看人都要疯了，老爷子他们什么意思啊？不帮着劝就算了，竟然还要过来给他们做主婚人，他周景川哪来的面子？不光他跟高慧兰气得要命，一旁的李如慧也是站不住了，自己儿子结婚，爷爷奶奶都来给撑场子，他这做妈的却是在门口偷看。以后儿子想起这件事来，不得从心里记恨他们。不行，老爷子他们都来了，咱们不出场也不合适。咱们也进去。周敬业能说什么？他一个做领导的被女人这么指挥，真是丢脸极了。要不是夫妻二人感情好，他早翻脸了。周风雨看到两人进去，整个人更猛了，猛的不光是他，还有郑宁宁他们。郑宁宁眉头一皱，还以为公婆是来砸场子的，没想到李如慧脸上带着一副笑容，跟旁边的人打招呼，实在是不好意思，路上出了点事来晚了，大家多多包涵。郑宁宁这才放下心，应该不是跑来闹事的，毕竟周老爷子他们在这坐镇，李如慧没有那个胆子。来了就好，儿子结婚，父母不来也不像话。郑建军看到他们过来，心里自然是高兴的，但他知道周家父母不乐意这门婚事，也不打算热脸贴冷屁股。不管怎么样，郑宁宁已经很满意了，这个婚礼也算圆满。景言，女儿就交给你了，你可得好好对她，夫妻二人有商有量，好好过日子。周景言自然是点头，虽然心里心虚，但还是满口应着。长辈没人知道他们有什么猫腻，还以为是要真心实意过日子，殊不知根本没什么感情。婚礼结束后，郑宁宁便被轿车拉走了，一帮人把他们送到院子里。郑宁宁这才注意到两个孩子站在旁边，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们。先去屋里吃糖，等一会人走了，阿姨给你们做好吃的。周甜甜看着郑宁宁的脸没吭声，一旁的周小辉也不例外。我们就不碍事了，老大你该忙啥忙啥，至于剩下家里的这些活我们帮你干。我把两个娃娃带走了，今天去我那，我照顾他们两个，明天再给你们送回来。不用孩子我们照顾就行，跟我们还客气啥？你对我们这么好，替你分忧是应该的，我们又不是没帮忙照顾过孩子，肯定不会出差错的。你们两个把新婚夜过好就行了。周景言嘴巴张了张想说话，还是忍住了。两个孩子跟六子住一晚上也没什么，之前自己有事的时候也是帮忙照顾，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把孩子带走，你怎么不拦着点？没用，随他们去吧，甜甜他们跟着住一晚也不要紧。那今天晚上我睡哪？按理说两人应该是分床睡，可这屋里就一张大床，自己要是去隔壁屋睡，又怕街坊邻居看到，就在床上睡吧，放心，我不碰你。洗漱完以后，周景言便开始看书。郑宁宁觉得这样也不是个事，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于是凑过去看了一眼，发现他看的是军事方面的书。你还懂这个？兴趣爱好稍微懂一些。那咱们一起看书吧，正好我到时候也想参加高考，平时也要复习。听到他要参加高考，周景言心中意外，不过也没说什么。本来是新婚夜，应该在床上浓情蜜意，结果两人现在却如同三好学生一样面对面看书学习。要是六子他们看见了，估计大腿都得拍肿。而另一边，六子带两个孩子去了养殖场后，便让他们跟养殖场里的鸡鸭去玩。每次两个孩子来了，都很喜欢去看鸡看鸭，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两个孩子看起来并不是很高兴，反而有些愁眉苦脸。男人主动把老婆送给堂哥，事后有后悔的上门求和。然而郑宁宁婚后生活幸福。就在这日，郑宁宁正美滋滋的睡着回笼觉，殊不知婆婆即将抵达战场。宁宁，这都几点了，你还在睡觉？妈，你怎么来了？昨晚太累了，今天就晚起了一会。景言已经吃了饭去养殖场了。景言这么早出门，还要他自己做饭？我给做的饭做完我才有睡的。李如慧脸色这才好了几分，不过看郑宁宁的目光依旧不善。我也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手段说服的景言，按理说我们家是绝对不能让你进门的，但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希望你能跟景言好好过日子。郑宁宁看了他一眼，差点没压住自己的暴脾气。好，你说的都对。天天在家里待着也不叫个事，我们这边可以帮你找个工作，你看你愿不愿意去？什么工作呀？郑宁宁倒是不反对上班，关键还得看是什么工作，她想不想干。可以在我们厂里帮你找个工作，你愿意去吗？车间的。李如慧是制衣厂的主任，帮她安排个岗位自然不是难事，可郑宁宁对这岗位没啥兴趣。我打算考大学，况且还有2个孩子要带上班，怕是有些难，我估计也只能干个兼职。郑小小委婉拒绝，李如慧恨得咬牙，这就是看准他儿子有钱结了婚，想白吃白喝。你是说的轻巧，这年头正儿八经找个岗位都不容易，你还想做兼职？你能做什么兼职？到时候再说吧，也不急于一时，要不您坐会喝点茶。郑宁宁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任由李如慧急得跳脚，依旧面不改色。年轻人，我劝你好自为之。李如慧自然是没坐下，盯着郑小小看了几眼，愤然离去。看到婆婆离开，郑宁宁还真有了想法，照顾2个孩子肯定没办法上班，倒是可以找点兼职赚钱。想来想去，也只有一个翻译工作，打算回头去报社看一下。被这么一打扰，她也睡不着了，打算去养殖场找周景川，顺便看一下2个孩子。从这边过去，要路过周风雨家属楼门口，心里正想着，就看到了周风雨，他神色看起来有些憔悴，一看就是没睡好。郑宁宁没想到这么晦气，赶忙加快了脚步。郑宁宁，你等着，嫁给那个窝囊废，你这辈子啊不会有好日子过的。很快我也要结婚了。郑宁宁就当他是无能的狂怒了，管他娶谁呢？他一点都不吃醋。
没一会，周风雨连郑小小的背影都看不到了。刚才他好像看他提着一个饭盒，应该是要给周景言送饭。以前这些待遇只有他才有，同事们见了都羡慕他娶了个好老婆。如今没有郑宁宁这头老牛做饭，只能是高慧兰。他越来越意识到了郑宁宁的好，可是一切都晚了，心里恶狠狠地想着，就连单位也不想去了，转身又回去。你们几个就知道吃，碗都不知道帮忙洗一下，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台上你们这么几个懒货。高慧兰除了骂孩子就是骂丈夫，本来洗衣服洗碗这种事都是郑宁宁干的，现在人跑了，她成了那个顶缸的。行了，别吵吵了，不就洗个碗吗？以前宁宁洗了3年也没说什么，你这才洗几天就受不了了？你这话什么意思？该我洗碗，我欠你们的。再说了，那郑宁宁跑了，能怨谁？还不是怨你自家女人都关不住，你还好意思说？这种事不是你提出来的，要不是他跟周景言睡过，俩人能鬼混到一起，我懒得跟你说这些废话，赶紧帮我说亲，我赶紧娶一个，不能让郑宁宁太得意。听儿子说起这个高慧兰来了兴致，儿子你想相亲啊？一会我就找人帮你说，一定找个更好的，气死那个郑宁宁。两人很快又达成了共识，打算在这上面扳回一城。这时候郑宁宁已经到了养殖场。你怎么过来了？睡醒了，就做了点午饭给你们送过来。吃午饭了吗？还没，以后不用来送饭，养殖场有做饭的。说是食堂，也就是一个简便的棚子，赵芳便是帮忙做饭的。养殖场这么多人不管饭也不方便，听到这男人这么不知好歹，郑宁宁忍不住撇了撇嘴，又不是给你吃，是给孩子吃，你不吃算了。甜甜小慧阿姨带你们去洗手，我给你们做了好吃的。郑宁宁笑着说道。不过让她意外的是，两个孩子表情有些古怪，好似对她很是惧怕，眼神里满是惊惧。怎么了？我们不饿，我们不吃。然而郑宁宁显然意识到了不对劲，那天她做炸鸡，两个孩子还争着抢着吃，怎么今天美食对他们都没有货了？恰巧这个时候赵芳走了过来，午饭做好了，大家洗洗手，快来吃饭。说完才看到郑宁宁也在脸上的笑容明显淡几分。一旁的两个孩子看到赵芳出现，跟见到救星一般，小跑着冲了过去。芳芳阿姨做了面条，咱们吃面条去。两个孩子十分乖巧的跟着赵芳走了。郑宁宁提着饭盒站在那里，看起来实在是有些惨。周景川显然也察觉到了不对劲，走吧，去吃饭。郑小小心里有些怄气，跟外人都那么好，反而嫌弃他。不过他也知道这中间肯定有缘由，不然好好的孩子们不会对他有敌意。赵芳这回心里别提有多高兴，看来昨天没有白费嘴皮子。现在两个孩子看到郑宁宁就害怕。周大哥也不是傻子，找老婆就是为了照顾好孩子。既然郑宁宁做不好，那他自然会考虑换人。你们不吃郑阿姨的饭，不敢吃呀，万一饭里有毒怎么办？赵芳心中满意之极。周景言带着郑宁宁进了办公室，看着他绷紧的小脸，周景言抿了抿唇。怎么了？两个孩子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很讨厌我的样子？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我也不太清楚，你在这坐着，我去把孩子带过来。周景言转身出去了。他闲着没事干，便在办公室简单看了看书柜上放着一排书，一些是关于养殖的，一些是军事的。周景言到了吃饭的地方，两个孩子正围着赵芳吃饭。赵芳看到周景言过来，忍不住眼前一亮，还以为他是特意来吃他做的面条。周大哥，你现在要吃吗？我帮你下面条。不了，我带甜甜他们过去吃饭。赵芳脸上有些挂不住，但明面上还是很温柔。跟着周叔叔去吧。不去，我们就喜欢吃赵芳阿姨做的面条。周景言眉头紧锁，他也意识到了不对，难不成是郑宁宁虐待孩子了？不然怎么对他这么畏惧？不过两人昨天才结婚，郑宁宁都没机会接触孩子，想到她怀着孕，大热天过来给他们送饭，周景言心里也是有些动容。要是孩子们不吃的话，那女人80%会有些失落。乖听话。这话多少带了点命令的意思。赵芳嘴角一抖，甜甜，你带着小辉去吧，不要惹周叔叔生气。两个孩子终究是有些畏惧周景言，蔫头耷脑的跟着离开了。郑阿姨，怎么你们了？有委屈就跟我说。两个孩子对视一眼，都下意识摇了摇头。赵阿姨跟他们说过了这些话，一定不要告诉父亲，不然没有证据，父亲只会向着郑宁宁那个女人。这下周景言眉头皱得更深了。来，快吃饭，再不吃该凉了。阿姨给你们做了糖醋里脊，小孩子都喜欢吃酸甜口的，郑宁宁特意做了他们爱吃的。两个孩子盯着那油汪汪的饭菜，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却是没一个下筷子吃吧。两个孩子不为所动，虽然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但是谁也不吃。郑宁宁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肯定是有人在孩子耳边吹了邪风。甜甜小辉，你们怎么不吃？万一里面有耗子药？胡说八道什么？郑宁宁好心好意做饭，还大老远给送过来，结果两个孩子却说饭菜里有耗子药。周景川难免发火，说吧，谁跟你们说我会往你们饭菜里下老鼠药？郑宁宁猜测肯定跟赵芳脱不了关系，那女同志一看就是喜欢周景言，而且昨天两个孩子还是跟她睡的。郑宁宁拿起筷子夹了肉放进自己嘴里，看吧，没毒，有毒的话我肯定不会吃。两个孩子睁大眼睛看着她，表情有些松。周景川知道郑宁宁脾气好，但没想到这么好，心中又对她多了几分好感。吃吧，别再胡闹了，郑阿姨怎么可能下毒？两个孩子这才动了筷子，吃进嘴里才知道有多美味，都满足的眯了眯眼。今天你妈过来了，看那意思是想让我上班。你是怎么想的？不用理会她，家里不缺钱，不需要你去赚。话是这么说，但我也不能总闲着，想着回头找点兼职做。周景言看了他一眼，很好奇他会做什么兼职。跟周风雨结婚2年，除了做饭就是做家务。行，有时候要是实在忙不过来，可以把孩子送到养殖场。好。吃完饭以后，周景言去忙了，把两个孩子交给了他。我知道肯定是有人跟你们说了什么，虽然年龄还小，但郑阿姨觉得你们很聪明，不应该这么轻易相信别人的谎言。我对你们好不好，你们应该用心去感受，因为接下来咱们相处的时间还有很多。如果我对你们不好，你们再讨厌我好不好？郑宁宁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小孩，而是十分真诚
诚地跟他们商量。周甜甜看着他眼底的温柔，突然就疑惑了，眼前这个漂亮的阿姨真的有那么恶毒吗？好了，我带你们回家。郑宁宁带着2个孩子出去的时候，看到赵芳正围着周景川打转，手里还拿着一杯水，眼中满是热切，郑小小顿住脚，这女人意图太明显，留这么个人在养殖场工作以后，怕是要有麻烦。景言，我们要走了，你来送一下。周景言正发愁呢，听到郑宁宁说话，连忙走了过来。走吧，我送你们。那个赵芳同志对你挺关心啊，又是端茶又是送水的。周景川看了他一眼，怀疑这女人是吃醋了。对于赵芳，但毕竟是亲戚介绍过来的，他也不好把人撵走。放心吧，我有。真是茅厕里玩跳高，过分了！女孩的亲爹竟让自己亲生女儿嫁给30多的老男人，不嫁也得嫁，事情弄到这个地步，还能由着他胡来？一道中年男子的暴怒厉喝的声音在机械厂家属院楼中的一间客厅中响起。行了，你也消消气，这楼上楼下的这个点好些人家都回来人了，让人听了去，小雅以后怎么做人？那臭丫头做出这种事他都不怕，还怕别人说道吗？现在整个家属院谁不知道这臭丫头搞出来的破事？小年纪就敢逼着家里人大半夜跟男人出去看电影喝饮料，你都不知道我从厂里出来这一路上脸都被丢尽了。还有你没事给她买什么破裙子，买完还到处让人看，就因为那一条裙子，现在所有人都知道那臭丫头跟一个比自己大10几岁的男人处对象。这女人被凶得满脸委屈，低垂着头小声说道：我这不是看小雅没什么像样的裙子，孩子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就想着给她买一条颜色鲜艳一些的，好好打扮打扮。那裙子也不是我拿出去的，是正巧被陈会计的媳妇打扮的妖里妖气，就为了跟一个野男人去。够了，我说你有完没完？娇喝声伴随着房门被大力推开的声音在客厅中响起。卧室门口站着一名长相娇俏可人，眉目中带着几分瑰丽艳色，好似随便一个眼神都能把人魂勾出来。然而天生的笑颜却又让她看起来软软糯糯，一副脾气软好欺负的模样。然而此时小姑娘却满脸冰霜的站在房门口，面色冷硬的看着对面的父亲。我昨天就说过了，大前个儿半夜出现在电影院门口的不是我。至于那条裙子，安文雅转身从卧室门边的柜子上拿过一团红艳艳的布条，随后丢在客厅的地面上，双臂环胸，冷然说道：我从回到这儿什么时候穿过这个女人给我的东西？这破裙子拿回来就被我捡了，鬼知道是哪个贱人这么耐不住寂寞，跑去跟一个不务正业的流氓头子大半夜的往电影院里钻。安文雅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勾着淡红的嘴角，目光讽刺冷然的扫了一眼窗边的女人，果然毫不意外的看见了对方脸上难以掩饰的愤恨与不满。到这里，安老爸都差点不会完了，目光无语的看了一眼自家小闺女，轻轻的吸了一口气，这才把自己设定好的戏继续演下去。可不能让这个不省心的小姑奶奶看出端倪来，不然家都得给掀了。虽然为的就是让她把这个家给掀了。你现在把裙子捡了有什么用？这会儿你和刘书记家的儿子谈对象的事都已经传开了，正好你高中也毕业了，过段时间收拾就嫁过去吧。听到安德文这话，边的女人脸上露出一抹喜色，不等开口，一声脆响突然在客厅中爆开。安文雅一挥手将墙边柜上的花瓶挥到地上，玻璃碎片瞬间在客厅地面上炸开。别看这姑娘看起来白白糯糯、柔柔弱弱，特别好欺负的样子，实际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暴脾气。安德文，你是不是疯了？你竟然让我嫁给刘家那个老混蛋！你不知道他前妻就是被他打死的，我看见他都恨不得把去年的饭菜给谱出来，你竟然让我嫁过去！你安文雅这会儿是真冷静不了了，难以置信的看着自己那个好像脑子有大病的亲爹，指着他咬牙切齿的说了一句：你就不怕我告诉爷爷，让他把你打死？然而安文德却丝毫不慌，脸上不见了刚刚的怒火中烧，反倒带着几分有恃无恐的沉郁。你应该收到了你堂哥的信，无论是你爷爷还是你大伯，现在应该都没有什么心力管你了。刘耀堂的爹是什么人你清楚，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和他儿子谈对象，你除了嫁过去还有别的出路吗？你爸我就是个小小的机械厂厂长，可都不过人家革委会的主任，况且你还想带累全家跟着你一起被人错脊梁骨不成？安文雅看着那个突然之间变得十分陌生的父亲，气得整个人都控制不住的发抖，双拳紧握，眼眶发红的看着安德文，微哑着嗓子沉声问道：所以你就不问真相的把我给卖了？安德文眉头微抖，目光深沉的看着女儿，好似轻轻的吸了一口气。好了，你们父女两个也别吵了，刘书记的前儿媳妇的事情不过是外面乱说的，哪能真把人打死？要我说，这婚事依我看那可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你闭嘴，这有你说话的份吗？安文雅一声怒喝，一点都没觉得需要给这个表里不一、虚伪至极的继母留半分脸面。安文雅，你的教养呢？你虽然不肯叫她一声妈，但她也是你继母。妈，我安文雅都有娘生没爹养了，继母在我这更是不存在的。至于你，安文雅看着对面的刘小慧，少在我面前装柔弱贤惠，那姓刘的老混蛋那么好，你怎么不让你宝贝女儿嫁过去？毕竟……安文雅微微一笑，笑得甜美又可人，说出来的话却让刘小慧脸色瞬白。那天在电影院门口出现的人，还不定是谁呢？安文雅，安德文没给刘小慧开口的机会，一声怒喝之后，怒视着安文雅说道：别什么事都往你姐姐身上推，你柳姨和你姐姐这么多年让着你的地方还不够多吗？安文雅咬着后牙槽，红着眼眶，恶狠狠地看着自己那个脑子有病的亲爹，狠狠地吐出了一句：安德文，当初我奶生你的时候，是不是忘了给你双好使的眼睛？小姑娘丢下这句话，也不管自己亲爹如何气得原地跳脚，转